这是我进泰国监狱的第一天，白皮肤的我在这里非常显眼，满屋子的囚犯都邀请我睡在他们身边，那充满欲望的眼神使我全身发怵，不知如何是好时，一个长发的妹子拉住了我，可当我坐下才发现，这妹子竟然是改装的。面对她关心的话语，我装成听不懂的样子，将头扭向一旁，想要装睡糊弄过去，可妹子却不停地扒拉我，还用手语告诉我旁边的人死了。起初我根本不信，可没想到第二天，狱警真的将那个囚犯打包带走，娴熟的手法就像是在处理垃圾。看来我想要活着走出这可怕的监狱，首先要做的就是低调。但我这格格不入的外貌，还是遭到了全员的针对。打饭只能打到一点点，想上厕所根本找不到坑，想喝口水也被人插队，好不容易挤到前排，还被人在后面拼命的催。气不过的我和对方起了冲突。当狱警赶到，受罚的也只是我一人。他们把我关进一个1平米的小黑屋，像是狗一样在里面蹲了3天。出来后又把我带到了重刑牢房，这里关押的全是穷凶极恶之徒。初来乍到的我当然少不了要被军训，他们骑在我的身上，逼我做俯卧撑，我忍了。他们在期间不停地调戏我，侮辱我，我也忍了。但当我第二天想问狱警拿点止痛药时，他却说这里的药别人免费，但我必须花钱买，要不就用烟换。面对这毫不掩饰的欺压，我已经忍无可忍，直接朝狱警发起了攻击。3个人被我干趴2个，剩下1个被我咬烂了脖子。此时的我就像发狂的野兽，宣泄着心中所有怒火。但疯狂过后的代价就是被抬上担架，失去意识的我被扔进了小黑屋，成了无人问津的垃圾。好在我之前是一名拳击手，凭借着超强的身体素质活了下来。伤势恢复后，我被带上沉重的脚镣，再次来到了重刑牢房。因为这次暴力事件，囚犯们都高看了我一眼，不再找我麻烦。但为了不被孤立，我也只能跟他们同流合污，过上了堕落糜烂的生活。这天晚上，3个囚犯搭乘人梯，从棚顶的吊扇上拆下一片扇叶。起初我搞不明白他们要做什么，直到2小时后，狱警开始疯狂砸门，将所有犯人召集到广场，然后推来3名狱警，我才知道那片扇叶是用来杀人的。为了找出凶手，狱警们挨个搜身。到我这里时，地上刚好有件带血的衣服，很显然我被栽赃陷害了。与此同时，有个犯人还大声举报说那件衣服就是我的。听闻此言，我极力喊冤，甚至拿起衣服慌乱地套在身上。见实在是不合身，狱警没再追究下去，只是把刚刚举报我的犯人带走。至于他是不是凶手已经不重要了，狱警们现在只想赶紧结案。很快，大喇叭里就响起了凄惨的叫声，那名犯人被活活打死了。本以为我逃过了一劫，谁知第二天有个狱警找到我，他查出我以前是拳击手，也知道我曾是个瘾君子，于是用违禁品引我上钩，等把我牢牢拴住后，再让我去帮他杀了2个看不惯的囚犯。虽然我算不上什么好人，但这种丧良心的事儿我干不了。可嘴硬了没多久，心理防线就被击溃，终究还是没能拗过身体里的瘾。我找到那2名囚犯，几乎没费什么力气，就将2人打倒在地，用不受控制的拳头终结了他们。等我清醒过来，满脑子全是懊悔，根本无法原谅自己，于是偷偷搞了把小刀，在深夜划开了手腕，本想着以此赎罪，却被好心的狱友救下。躺在病床上的我开始反思，这种堕落的生活不能再继续了，哪怕身在监狱，我也得振作起来。于是我带着脚镣开始练习学过的拳法，因为听说这里有个拳击队，专门用打拳给监狱挣钱，加入他们也许能改变点什么。可当我第2天来到拳击馆报名时，门都没进去就被教练骂了出来。后来还是我从商店里赊了条烟，把这当作敲门砖，这才允许我进到了馆里。可教练根本不想教我，便找了这里最厉害的拳手跟我对打。毋庸置疑，没几下我就被逼到角落，打拳变成了单方面挨揍。当我鼻青脸肿的回到牢房时，囚犯们得知我去打拳后，纷纷露出了不屑的笑容，但他们的嘲讽反而激起了我的斗志。争不了馒头，最起码争口气。没有人教我，我就自己对着沙袋疯狂挥拳。场下模拟战，我抓住机会拼命学习技巧。久而久之，拳手们对我的态度变了，连教练也开始指导我了。渐渐的，我的拳法变得正规成熟。在一次队内比赛中，前2回合我被揍得体无完肤，左耳粉碎性骨裂，右眼肿成了青茄子。就在所有人都认为我必输无疑时，我以一记重拳开始了反击。这一刻，整个监狱都沸腾了，我成了全场的焦点，连狱警都给我拍出了响，典狱长也给了我一次机会，参加2个月后的监狱联赛，只要赢了就能减刑，并且作为有史以来第1位代表监狱出战的外国人，典狱长还奖励我换到条件更好的拳击手牢房。临走时，曾经嘲笑我的重刑犯们都用复杂的眼神看着我，我一句话也没说，因为我已经用行动狠狠打了他们的脸。后面的日子里，我更加努力训练，教练也对我倾囊相授，教我真正厉害的泰拳，传我各种没见过的招式。就在我以为一切都往好的方向发展时，意外不期而至的发生了。这天在训练中，我毒瘾发作，瞬间失去理智，对着陪练一顿疯狂输出。事后我被狱警关到了小黑屋，对着墙壁一顿发泄后，我渐渐冷静下来，意识到自己不能再受毒瘾控制，否则人生将再无机会。休养了几天后，我找到那个被我打的陪练，诚恳的道歉，礼貌的求和。好在他原谅了我，让我重新开始了高强度训练。可练着练着，我突感不适，跑到厕所呕出了一大口血。经过检查得知，我的内脏多处受损，尤其是左腰。医生说，如果我继续打下去，后果将不堪设想。但联赛马上要到了，我也坚持了这么久，绝不能轻言放弃。开赛这天，我被送到了隔壁的监狱，对手是蝉联了3届的监狱拳王，无论是体格、拳法技巧还是比赛经验，我都不占上风。但靠着那股子劲，前2回合还是和他打得有来有回。但在第3回合，我不慎被打倒在地，又被一脚踢在了后腰上。
剧烈的疼痛不得不让我伸手抚摸。这一举动让对方找到了破绽，他疯狂攻击我后腰。为了拖延时间，我只能战术性的选择搂抱。好不容易等到回合结束，我刚有口喘息的机会，不讲武德的家伙趁机又给了我一脚。这无耻的行为引得全场唏嘘。教练气愤地向裁判控诉对方，但监狱拳赛本就没那么规范，我也只能忍痛吃下这个哑巴亏。到了第4回合，他依旧盯着我后腰不放，我再次被逼到角落。在挨了不知道几拳后，我视线开始模糊，也意识到不能再被动挨打，想要赢就必须主动出击。我找准机会，一肘子狠狠怼在了他脸上，没想到就这一下，他竟然站不起来了。胜利来的就是这么猝不及防，看着台下为我欢呼的观众，还没来得及庆祝，一股鲜血再次喷了出来。这次我直接倒地，很快便不省人事。再次醒来是在医院，我迷迷糊糊地走出病房，这里没有看管的狱警，也没有监视我的眼线，这绝对是越狱的好机会。我就像个普通病人走出了医院，不费吹灰之力穿过大街，绕过小巷，经过市场，但走着走着我停下了。如果就这样逃走的话，我的前路在哪？难道还要做个堕落的瘾君子吗？我这些天的努力白费了吗？不，那不是我想要的。我果断放弃了这短暂的自由，转身回到了医院，然后再次被送进监狱。3年后，我有幸遇到泰国国王大赦而获释，从此人生走上了正途。最后多说几句，这部电影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，片中的我原型名叫比利摩尔，在全球最恐怖的监狱里，有着最残酷的法则。如果你不遵守，你非常有可能会死；如果你遵守，那你一定会死。但比利不甘往死狱中，他置之死地于后生，用坚韧的意志战胜自己，最终完成自我救赎。但不是所有人都能跟他一样，哪里的牢房也都不好待，所以还是得遵纪守法，做一个良好公民。